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史人驾到了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一集的内容要来聊聊《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56集。在这一集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很常看到周瑜的旁边呢有一个很信任的部将啊，这个部将呢就是鼎鼎大名的吕蒙哦。那吕蒙呢，好像我们之前的节目一直都没有聊这个人哦。那当然，这个人呢在后续出镜率也是蛮高的啦。是，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花一集的时间呢，好好来介绍这个吕蒙到底是何方神圣喽。好。那我要先说一下为什么他的出镜率很高，因为现在网络上啊，或者说很早就有流传这个说法，就是东吴有4大都督啊，因为就是说什么东吴有那个大都督可以掌管整个军事的权力。是，那盛传第一任大都督就是周瑜，那接下来大都督是鲁肃，第3任大都督就是吕蒙，那最后一任大都督是所谓的陆逊。当然，我要先澄清一点，其实说什么4大都督这句话是很有问题。首先，东吴并没有一个常设官职叫做大都督。当然，你说周瑜有没有当做都督这个职责呢？是有的。但很好玩一点，就是在赤壁之战的时候，当时孙权就任命说：“来，你周瑜去担任左都督，还有陈普去担任右都督。”什么意思？就是你们2个人的地位是平起平坐的，一同率领军队去抵抗当时曹操的入侵。大概孙权的想法是说，你周瑜毕竟还年轻，虽然说孙权比周瑜还要更年轻，但比起当时已经50几岁的曹操来讲的话，的确啊，周瑜算是个毛头小孩了太年轻，怕你在军队的资历不够，所以我找了谁？陈普，是跟随我爸孙坚最老资格的将领，由他来替你压阵。但你们2个人的地位是一模一样高，所以4大都督其实早在第1任就已经不成立了。但是这4个人之所以会被晋升为4大都督，就代表说他们对东吴的军事有很深远的影响。如同你所说，我们前面都没讲过吕蒙，那是因为电视剧也是才开始慢慢的铺垫，逐渐要把这个日后会取代周瑜统帅东吴精锐军队的一个重要军事将领，慢慢的引到前台来。因为电视剧也是算是中间才让吕蒙登场嘛，吕蒙登场的时候就已经是个成年大叔的样子嘛，对不对？但是呢，其实他少年时代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先来讲一下，吕蒙字子明，所以你也可以叫他吕子明。年轻的时候为了逃避战争，就来到江东地区去依附了他的姐夫邓当。邓当他是孙策的将领，很多时候要去征讨山越。如果大家不知道什么是山越的话，帮大家复习一下，就是在江东地区，也就是长江以南地区有很多越族人，常常生活在山区，所以才叫山越。那山越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安定的力量，常常会跟当时的汉人乃至于就是孙家的势力引发冲突，所以没有意外，你只要是担任东吴将领的，你没有讨伐过山越，你就不是个咖。甚至有很多重要将领，就是因为你很重要，我甚至不把你派去对付曹操。为什么？因为山越是我们核心地区的内部隐患。对啊，我们之前有讲过是黄盖嘛。对，黄盖有，甚至还有一个人叫做贺齐。贺齐这个将领，他甚至几乎没有出现在《三国演义》当中，但是他是非常受到东吴政权重用的将领。为什么？因为就是他一天到晚去打山越。话说回来，当时邓当要去讨伐山越，吕蒙几岁？15、16岁，也就是国3到高1这段年纪。他就偷偷的加入到邓当的军队，说我要跟着一起上阵杀敌。结果呢，邓当在整顿部队的时候就发现，哎呀，你这个死家伙怎么混进到我的军队当中？军队是你这个毛头小孩子可以混的地方吗？走开，走开！就赶了好几次，吕蒙他都不肯回去。那怎么办呢？邓当说：好，我讲话你不听，对不对？谁讲话你一定听，报告你老妈，叫你老妈来治你。于是吕妈妈听到之后就更火大了，就说我那么辛苦的生你养你，结果你不好好的做事情，没事跟着你姐夫出去砍人干嘛？你还只是个孩子而已。吕蒙就说贫贱难可居，什么意思？我们家实在是太穷了我要脱离这个穷困的状态，我只能靠着军功来立功了总之啊，在吕蒙不断的恳求之下，吕妈妈算是心软，就说哎呀，邓当啊，你就接纳一下你的小舅子啊，帮个忙提拔他一下。于是呢，吕蒙就加入了邓当的军队，但
也真的因为他年纪很小，果然就有人在表示说，哎呀，这个毛头小子哦，他要不是靠关系，他怎么能够加入军队呢？我看啊，他就是小毛孩一个，没什么实力啦。结果吕蒙一听到就表示说，你觉得我没能力吗？啪，就把这个人给杀了啊！直接杀了。对对对，证明说你不是觉得我没能力吗？现在我能力你都干死了，你敢说我没能力吗？你有种再说一次啊！其实吕蒙这个行为立刻就触犯军法，哪有人不先去打仗的，还先打自己人嘛，对不对？那为了逃避军法呢，一开始吕蒙是逃走的，可是他后来又想说，那我不就成为逃犯了吗？那我比一开始平静的状态还不如啊！与其一天到晚当逃犯，好啦，我自首。于是他就选择回到军队当中自首。然后呢，正好有一个上司看到就觉得说，其实我觉得这个小子是可造之才耶，可不可以赦免他的罪？不过我也只是一个小上司而已，这个赦免军法的大罪必须要给大上司来解决。大上司是谁？孙策。于是就继续把案件呈报上去。孙策就把吕蒙找过来之后，发现，哎呀，不得了，15、16岁就敢砍人呢，我欣赏你。当时的《三国志》是这么记载：策召见。其之引至左右，就是当时孙策看到吕蒙就说惊叹啊，喜欢啊，你来当我的护卫吧。那我猜为什么孙策那么喜欢吕蒙，因为孙策也是年纪轻轻就砍人啊，他开始打算重振他家的事业，也才10几岁的年纪而已，所以看到一个说15、16岁就砍人，我熟悉啊，跟我一样。对，好，我跟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也开始砍人哦。哎呀，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我砍人不对，现在我看到有一个人跟我有一模一样的履历，我喜欢你，来当我的护卫。好了，那接下来过了几年之后，吕蒙的姐夫邓当过世了。那这边要特别讲一下东吴政权，当然啦，他可能更早没有成立东吴政权以前，我们姑且叫孙权政权或者什么孙策政权好了。总之，这个所谓的江东集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将领都有私人的部曲，就是他们很少有中央的部队，他们都是将领自己有私人部队，那这个私人部队也往往只有跟他们要好的将领才可以指挥。那邓当死掉之后，谁可以代替他继续指挥跟这支邓当关系密切的军队呢？此时大家都想到说啊，有啦，吕蒙。为什么？你跟邓当有关系嘛，小舅子嘛，而且你在军中也混了几年了，在军中也算是脸熟的，好，就让你取代邓当成为义军的主将吧。于是此时的吕蒙可能才20几岁，已经可以独领一军了，因为托了他姐夫的功劳。但是又有一个新的转折，什么个但是呢？《三国志》记载，后来换到孙权掌权时期，孙权就觉得说，哎呀，小将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军队啊，都是每一个将领都有他的私人部队嘛，对不对？那有些将领的部队人数就特别少，这样也算一支军队。我们资源分散嘛，那你几百人也算是一支军队。那我是不是有很多个番号？那领饷之类的那些后勤供应之类的，就会很繁琐嘛，对不对？所以呢，与其这样资源分散，孙权就决定说，来，我们把军队给合并啊，整并嘛。对对对，怎么？比如说你只有几百人啊，几十人啊，我就把好几支部队整并到一个几千人的部队，这样子比较有规模。是。但是请注意哦，这当然是好事，对不对？可是被整并的部队，你的番号啊，就消失了嘛。是。你原本还是个几百人部队的主将嘛，你接下来就可能只是成为几千人部队的一个小小的部下而已咯。就像那个公司整并一样嘛。对，你原本是个公司的老板，可是你被整并到大企业里面，你就只是个职员。没错。OK， 所以其实大家都不想要被整并，问题是你不想要被整并，你必须拿出你的相对应的实力啊。比方说你本身就是个大部队，你本身就有几千人，你不是被整并，你是准备整并人。那你觉得吕蒙的部队是大部队还是小部队呢？听起来是小部队啊。没错，所以其实吕蒙也是非常的紧张，就想说，哎呀，这个该怎么办呢？于是吕蒙想到的方式就是，第一个借钱。借钱是干什么？帮他的部队整顿比较好的服装。历史上是记载，每个人都穿上深红色的制服。为什么要强调深红色？因为古代深红色的染料特别的贵，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尊爵不凡嘛。没错没错，大概有点像是今天大家出去打球，然后你就穿的那个有带钩的那个牌子，哎呦，
当大家的牌子都不是带钩的，而你是带钩的时候，就显得你最特别的尊爵不凡。OK， 球技怎么样不晓得，但起码第一步已经先吓到别人了，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又置上绑腿部，服装比较整齐划一。然后呢，加紧操练部队。等到孙权现在开始觉得说，好了，那我要开始整并部队了，我当然要每支部队都看一看，哪支特别弱，优先裁掉你嘛，对不对？检阅到吕蒙的时候，就发现陈列赫然，兵人练习，就是排得非常的整齐，然后练习的力度非常的强大，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支精锐之师。孙权看见就说：“哎，这带的不错哎，这支部队人少但是精锐，这个将领有抬头哦。来问一下是谁？吕蒙的部队是不是？好，没有问题。吕蒙，你既然这么会带兵，我加部队给你。”于是吕蒙就透过这个机会，在新老板面前怎么样展示自己的业务能力，而且还获得新的业务资源。这个时候的吕蒙大概也顶多20-30岁吧，不得不说他在这种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其实是很聪明的。应该你看他第一步先做什么？先去借贷，是因为他知道他如果不做出一番成绩的话，他一定会被整并。那他怎么样？算是置之死地于后生。我与其就是用我现在贫乏的资源想办法去硬挤出来，可能效果很差，我宁愿怎么样？先借钱，投资自己嘛。对对对对，如果真的投资失败，那我认了。是啊，因为如果投资失败，我也注定被讲上整并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投资成功了，我可以整并别人了，那我要还借贷，以后有的是机会啊。是啊，是啊。所以这个人其实脑袋非常的清楚哈。那我们时间迅疾的就先来到建安16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呢？赤壁之战打完，甚至周瑜都已经过世了，所以孙权就任命鲁肃你去代替周瑜成为义军主帅。鲁肃呢接到命令之后呢，就来到战场的前线，途中呢就经过了吕蒙的驻扎地点。当时有人就说，吕蒙是周瑜底下著名的将领，你应该好好去拜访他一下。那鲁肃一听到就说，哎呀，我知道，不就是吕蒙吗？那个就是作战是很勇猛啦，但是为人也有点就是不怎么上档次，他的成就也就是那个样子而已了哈。见他干什么呢？结果还是旁边人说，吕将军功名日显，不可以故意待之，君宜顾之。就是等一下，你说错了，吕蒙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你绝对不可以这么轻视他，你应该要好好的慎重对待。眼看手下都这么说了，鲁肃就说，好啦，那就去吕蒙那边看一看吧哈。那看了之后呢，双方就摆设酒席，然后就开始喝酒。喝着呢，吕蒙就问鲁肃说，你现在受到主公的重用，那我们的强敌关羽你有什么计策要去应对他呢？当时啊，鲁肃大概真的是不想甩这个吕蒙，他就随便说了一句话，叫做临时失仪。什么意思？就是我没想到啦，到时候遇到状况再说啦哈。见招拆招啦。对，好，你说的更好，我说的这是更大实话，就是我没想啦，以后再说啦哈。OK， 吕蒙一听就说，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雄虎也，既安可不预定？什么意思？今天虽然我们孙刘结成联盟，但关羽其实是一个超级强大的将领，你怎么可以不先预备计划来对付他呢？接下来不只是质疑鲁肃而已，吕蒙立刻就端出他所谋定的各式各样的战略及战术。鲁肃看着看着，听着听着，突然大惊失色，拍着吕蒙的背说，吕子明，我都不知道你的才能怎么增长成这个样子啊，赶快带我去见你的母亲。见到吕妈妈之后，立刻就说，吕蒙他一定有出息，吕妈妈放心，我一定好好重用他。你看这个上司对这个下属一定是非常的看重的。你有遇过任何一个老板做过这种事情吗？倒是没有。如果有一个老板他真的做这件事情，你如果说这老板是不是有点 gay 或者有点超过，但最起码代表一件事情，老板一定很重视这个员工，不然不会去做这么奇怪的事情嘛。这边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前面讲的吕蒙他其实感觉起来虽然说有点小智慧，比方说借钱啊，搞装备嘛，对不对？但本质上还像是一个毛头小孩，动不动就是直接捅人的那种。OK， 怎么现在遇到鲁肃？你看鲁肃他说的话叫什么？临时失仪。你不觉得这句话其实很
适合年轻时代的吕蒙吗？年轻时代吕蒙也是遇到什么事情立刻应激反应，一刀给你过去。可是现在吕蒙却会说，关羽这么强大，你怎么可以不多做预备，甚至直接就把计策拿出来，代表说吕蒙平时就在精心准备有关于前线的战事，他已经跟年轻时代很不一样了。所以后来有诞生一句很著名的成语，叫做无下阿蒙。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经历蜕变，跟以前有超级不一样的进步。那吕蒙是如何获得这样的进步呢？事情啊，我们要从史料《江表传》里面有提到，当时吕蒙跟另外一位将领叫做蒋钦都很受到孙权的重视。当时孙权就把这两个将领召过来，就说：哎呀，你们两位现在都已经是领军的将领我觉得你们应该多增进一些学问，对你们的职涯发展，对你们的带兵会有非常好的帮助。这时候吕蒙就讲说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什么意思？我在军中很忙的，这也忙那也忙，没什么时间可以读书啦结果此话一出，孙权就立刻讲说：孤岂欲卿至今为博士也？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叫你念书，难道叫你去考研考博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要你去多读一些书，你这样子才有多累积一些知识跟见识，你才不会成为一个莽夫或俗称叫做丘拔，就是兵没有知识嘛，然后就只会动刀动枪的。你要去增长你的视野，你才可以提高你的上限啊。还有你说你忙，我是你上司难道你会比我忙吗？我平常都会多读书，你找的是什么烂借口啊？结果当时吕蒙一听就被愣住了，说讲的好像很有道理耶。于是接下来怎么样？吕蒙就开始疯狂的读书，尤其吕蒙他最喜欢读的就叫《左传》。《左传》其实是在描述春秋时代的一些事情。当然春秋时代最常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战争。其实吕蒙还蛮容易对症下药的，就是说你叫我读书，我先读什么跟战争相关的书，因为我是军事将领。对啊，因为孙权也一开始就提醒他说，我不是叫你去考研考博，所以什么文学之类的你不想读随便你啊，但你多读点兵书，什么孙子兵法之类的，这种可以吧？吕蒙历经一番苦读之后，终于开始累积了足够的见识，他才从那个应激反应的8+9少年，逐渐成为一个富有韬略的战略战术家。而且不只是他后来成为一个战略战术家，他大概性情也受到就是读书的陶冶，开始变得比较稳重起来了。早年你看别人说，我看你这个人毛头小孩没什么本事，啪就给他捅下去了。他后来竟然还成为孙权军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协调者。事情是怎么发生呢？孙权军中有一个将领叫做凌统，凌统的爸爸叫做凌操，凌操死于一个人的手上，这个人叫做甘宁。这个也是很有名的部将对，你看那个真三国无双，就一定会很多人喜欢玩这个部将就是腰际上面会带一个铃铛嘛。对，因为他早年其实是当一个叫做警烦贼，就是他常常就是打家劫舍，而且为了让别人知道说是我甘宁来打家劫舍还会带着那个铃铛。你看这个家伙多么的显眼，对不对？甘宁早期是在刘表这个阵营来服务的。那凌操当时呢去攻打刘表的部将黄祖的时候，就被甘宁给击杀。所以其实对于凌统来讲，就是你杀我爸，我要替我老爸报仇。结果后来那个甘宁呢就觉得说，哎呀，我在那个刘表底下的皇族底下实在是没有前途啊，于是后来就决定怎么样投靠东吴集团。于是杀父仇人竟然成为我的同事，搞到最后每次凌统看到甘宁出现，拳头都握得紧紧的，整个都变硬邦邦的，就想说找个机会我一定要弄死你。那有一次呢，吕蒙当时大概也已经是步步高升了嘛，他已经可以管理一些将领了，他就说，哎，我们这个在家中开一个小宴会，高级将领一起来聚会，来联络一下感情。凌统跟甘宁都有去参加。喝着喝着，在酒酣耳热之间呢，突然凌统就开始说，各位喝酒总要助兴嘛，对不对？怎么助兴呢？抽起剑来就说，我为大家舞一段剑来助兴，然后就走到中间，开始这样不断的拿刀挥来挥去，挥的过程当中就越来越接近甘宁，然后眼神就开始这样
甘宁早年当警反贼嘛，你觉得他个性难道会很温和吗？对不对？所以甘宁看着看着，突然站起来，就拿起了2把戟。就跟大家说，林将军舞得真好啊 ！OK， 我也来，然后就开始怎么样，舞起2把戟，也是一样，两眼放出凶光啊，两个人就是舞得越来越激动，越来越接近彼此，也就是故意借由舞剑，其实是怎么样，在挑衅嘛，一定要干起来，还挑衅，对不对？这很像是那种8-9互相在那边尬车啊。没错，所以你可以说是东吴都是8+9级。那个你看，创始人孙坚本身就是个8+9，是那个大儿子孙策也是个8+9。以后我们有机会讲到孙权这家伙也是个8+9，因为他最大的娱乐就是怎么样去打猎虎，甚至别人告诉他说：“你这样子很危险。”他说：“哦，好哦。”于是他就专门盖了一个猎虎车，就说：“你看，我专门改车，有没有？”这样就不危险了。领导人都是8+9，难怪底下人也一大堆8+9。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作为主持人的吕蒙也站起来，就拿起刀盾，一个是武器，一个是防御的东西，然后走到两人中间，就说：“两人那么爱武，是不是？我也很爱武啊。”这两个人一看到上司都站出来了，怎么样？总不可能往上司那边打下去，说先把吕蒙给打倒，我们两个人再 PK 起来，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两个人就总算比较收敛一点点。吕蒙的这个行为就把一个可能在军中引爆的危机暂时给平定下来了。对，所以你看吕蒙是不是跟早年完全不一样？是。如果是早年吕蒙统军，他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们两个人在冲三小，可能吕蒙自己就拿起刀来往两人各给一刀，这也就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可是吕蒙现在已经懂得怎么样大局为重，所以才会有那句非无下阿蒙的评语。这也是为什么新三国他一定要介绍这个人物，因为接下来吕蒙将会成为东吴很重要的一位军事将领，为东吴做出很大的贡献。就是比较可惜一点点，就是我们现在在新三国看到的吕蒙是已经完全体的吕蒙，就是在电视剧当中他好像只比周瑜差那么一点点而已。好，周瑜有很多事情也都会把吕蒙找过来说，你觉得怎么样啊？你觉得怎么样啊？看起来就是已经注定要接班的位置了。是。对，那如果有机会可以把他早年的东西给演出来的话，个人觉得其实是一个蛮精彩的一个片段，说不定可以仿照像日本大河剧，因为日本大河剧有的时候拍一些什么日本的战国人物，也都是从小开始拍啊。你看这个人物的曲线成长是一个多么自然的一件事情。不过我觉得很可惜的一点，我也算是帮各位爆雷哦。吕蒙做的一件事情，他注定很难成为历史剧的主角，因为他后来杀了历史上著名的武圣就是关羽嘛。对啊，因为关羽后来会落败，是拜吕蒙所赐。是，你现在看看，关羽已经成为武圣人了嘛，对不对？连某个人他要去枪毙另外一个人，他都说他要在关圣帝君前面执9个圣杯，他才肯做这件事情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当关羽的地位在我们华人社会这么崇高的时候，结果你要演个电视剧说我就是干掉关羽的那一个，是可能就不是很讨喜，所以我只能说比较可惜。但我其实觉得他的个人成长故事是真的很精彩啦。好，以上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聊了有关于吕蒙的成长过程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有遇到类似这样成长经历的人呢？或是你觉得听完我们的故事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在留言区让我们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哦。你不知道三国系列，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拜拜。